比特币的下跌结束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比特币 ETF 的流入呢，已经呈现非常缓步的情况了。甚至我们在前天呢，我们依然是净流出，总体的 ETF 居然是净流出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呢 ，ETF 流入的情况呢，跟我们前面几周呢，已经完全不可相比了。你可以看到，我们自从在3月14号开始流入减缓过后呢，我们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流入，那就导致了比特币呢在大约前高附近的位置开始震荡，它没有上涨的力度。那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只要看到 ETF 它恢复了巨量的净流入，我们至少我们也要流入个大约600-700个 million 这种量能的流入呢，才可以让我们的比特币重新回到上涨的势头当中。所以其实我们未来的盘面呢，会完全的决定在 ETF 的流入量。那最近流入就非常少，甚至出现流出，就导致比特币在这里呢停滞不前。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比特币的盘面呢，它已经在这个位置已经震荡了大约30几天了，其实也不是一段短的时间的，说实话。那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在日线级别，我认为最重要的形态呢，就是我们在前高附近的位置呢，形成了一个上升三角。那上升三角它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上升三角呢，也就是你可以发现我们回落的这个力度呢，它是有在变小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回落的情形非常严重，那现在呢有稍微舒缓了一点。那量能呢，它也是在缩小。当然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边界给跌破。如果说这个边界被跌破的话，那对于多头来说就只会更不乐观而已。那我们如果说对多的好的情况呢，要在这个位置去慢慢把这个形态完成过后呢，然后快速的突破向上。那各位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经历了2次的下跌，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这2次的下跌呢，其实确实车上有些人呢已经开始动摇，已经开始下车了。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资金费率呢，包括币安啦，然后 Bybit、OK 啦，这几家比较大的交易所啦，至少前3大都已经慢慢恢复到1/1000正常的资金费率了。各位朋友们，其实我们在牛市呢，这样子的情况是并不多见的。我相信这轮牛市走完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了解到这个状况了。而且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在4年之前，大约整4年之前我们在准备突破我们上一轮牛市的前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跟现在呢非常雷同的走势。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大约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要突破前高的时候，对不对？没错也是上一轮牛市的前高，我们当时也走了一个上升的三角。那我们在触碰了几次过后，对不对？它回落的这个力度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小，然后量能递减。那在我们突破的时候，它开始爆量了。你可以发现，我们后续呢突破就直接从2万直接涨到4万了涨到4万才出现回调，直接是翻倍的行情。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机会走出这样的状况呢？走出这样子的行情呢？其实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车上的人真的有变少，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让 ETF 恢复到正流入。如果说 ETF 它没有持续的爆量流入的话，那我们就不存在未来的行情走这种非常猛爆的这种突破。不过呢，我们现在确实是有点机会了，只要我们不把形态边界跌破，那我们就还有机会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呢是走的比现在健康很多了，因为当时我们毕竟花的天数比较少，我们在这里呢震荡的时间呢其实并不到1个月当时是不到1个月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从这个地方开始起算了，大概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突破。那现在我们拖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个形态呢到了后端的时候呢，它其实下跌就很不连续了，然后也没什么量能。但我们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大根的这种阴线，那这个对于比特币的盘面呢，确实是比较不好的。这点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从4小时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下跌会加速呢，就是因为这条趋势线被跌破了这条趋势线被跌破的时候，我们的下跌就加速了。好，那其实还有一个数据呢，我自己也非常的在意，就是 USDT 点 D。
USDT 的 dominance 在市场当中的占比的比例。那这个指标我们该怎么去观察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这个市场的组成成分呢，就是 USDT 还有其他的加密货币。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其他的加密货币价值呢疯狂的上涨，市值疯狂的上涨的话，那就压缩到 USDT 的空间。确实 USDT 它也会蒸发了。不过呢，如果说这个指标它下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我们下跌，那么加密货币市场呢就会迎来非常猛烈的这种上涨，很狂暴的上涨你可以看到，确实我们开始疯狂的上涨，也大概就是从2023年的10月左右，大概9月底10月初的位置开始上涨了。那这个指标呢也就一直疯狂的下跌。那但凡呢我们出现了这种震荡呢，大家还记得这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吗？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呢 ETF 通过的时候。对大概就是2024年的1月左右1月份左右。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现在了，我们现在就是到了前高附近呢，它没有一鼓作气的突破，然后在这里就震荡起来了，甚至开始微微的往上涨。那比特币或加密货币呢就会开始回落。那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你可以观察，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它有一条趋势线，那这条趋势线呢，它确实现在是短暂的获得了支撑。那如果说它在这里获得支撑，然后又持续的往上走的话，那我们的比特币呢比特币还有加密货币市场就会持续的下探。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条趋势线直接跌破，那我相信我们可以直接突破前高。而且呢，如果比特币要开启一段很好的上涨的话，这条趋势线被跌破呢是非常必须的。那我们现在呢，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之前所开的这3张多单。你可以发现我们的 Solana 还有以太坊呢，我们开仓在非常好的价位。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Solana 呢，我们开仓在$73的入场价格。那以太坊呢，大约是在2400我们就入场了。虽然说仓位价值真的不大，像这个仓位很简单，你只要有$5000，你开10倍杠杆你就开得出来。这个仓位你只要有$2000，你开10倍杠杆你就开得出来。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获利呢还算是蛮丰厚的。我们现在总合起来的利润呢，虽然说已经缩水蛮多了，不过呢我们依然有6万多美金的利润。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收益很不错，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那么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那 OKX 你只要入金$50就送你$50的体验金，已经做到1:1了。这2个活动都非常非常优惠。那么如果这支影片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们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